俄罗斯狠起来，自己人都打。论俄制武器的性能，火力军只能说打客机和自己人挺准的。他们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最近又有一架俄军卡52被俄罗斯自己打爆了，所以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那些被俄军自己击毁的武器有多惨。卡52是俄罗斯派往俄乌战场上数量最多的武装直升机，结果现在的卡52已经变成了稀有物种。不仅乌军动手打击卡52，就连俄罗斯自己打起来也是毫不留情。12月20日，俄军一架黄色的卡52被扎波罗热自家的铠甲 S1 打爆了，战术编号为 2F91335。这操作火力军也没看明白，感觉俄军的防空已经被乌军玩坏了，开始敌我不分。现在俄罗斯空天军在执行任务前，除了祈祷不被乌军摧毁，还要祈祷自家的防空导弹手下留情，因为这已经不是俄军第一次打爆自家飞机了。之前在7月份的时候，俄军的防空系统在赫尔松还击落了一架自己的卡52。7月26日下午，3架俄军卡52飞出奥尔吉诺地区执行作战任务，结果在回来的路上被己方的防空系统暴揍，其中一架卡52当场暴毙。事后俄罗斯给出的解释是防空系统没有识别出这是自家战机。确实，战争中误伤在所难免，但是像俄军这样误伤多架战机的事情就很少见了。之前在卢甘斯克地区还有一架俄军苏34战机被击落，开火的也是俄军自己的防空系统，而且至少有3架俄军苏35被俄罗斯自己的 S400击落。同样是7月份，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在赫尔松地区被击落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乌军说是被乌军的防空导弹部队击落，还配上了视频截图。这就有一个问题，当时的乌军很缺陆基防空系统，而且性能大多数都不行，有效打击距离也就几十公里。加上当时的赫尔松是被俄军占领，乌军的防空系统是如何在俄控区击落俄军战机的？这有些说不通。所以美国的军事学者就认为，这架苏35并不是被乌军击落的，而是被俄军自己干掉的。这也不是没可能，毕竟同样在赫尔松地区就有一架俄军苏34被俄军自己击毁了，而且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也出现过这事儿。同样是7月份，俄军在卢甘斯克州阿尔切夫斯克市上空击落了一架自己的苏34，飞机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是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。同样的事情，同样的解释，这只是误伤。当时乌军正在对阿尔切夫斯克的军事仓库发动火箭袭击，而俄军则是启动了 S400 用来拦截乌军发射的海马斯火箭弹，结果因为敌我识别系统不行，炸毁了自己的苏34。苏34被击落的消息最开始的时候是发布在俄罗斯的网站上，声称俄军的 S400 在卢甘斯克地区摧毁了乌军的苏34，只是没多长时间视频就没了，因为在视频中显示的飞机残骸是一架俄罗斯战机，还有一些截图中可以看到飞机的部分尾号，所以荷兰航空协会就给出了结论，这架战机是俄军的苏 34M 改进型，编号 RF95890，升级了航电、雷达和通信系统。当然，这也不能怪俄军的战地记者那么急，还没确定就发布视频邀功。俄空天军与 S400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，在海马斯面前跟瞎子一样，没什么成功拦截的报道。好不容易有一个战绩，不吹一下对不起自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俄军除了炸自己战机，就连防空系统也不放过。在俄军误伤的战绩中，还有柳叶刀炸毁己方的 S300，以及俄导弹回头自杀的情况。这个问题火力军也有提到过。之前俄军在南部赫尔松的作战行动中，一架柳叶刀无人机发射导弹击毁了自家的 S300，因为乌俄双方都有 S300，俄罗斯就认为被炸的是乌军的防空系统，就拿这次战绩炫耀柳叶刀无人机的战斗力，结果俄军丢人了，因为乌军并没有在赫尔松损失 S300。当然，说俄军的柳叶刀无人机击毁的是自己的 S300，不是没有证据。最直接的就是被击毁 S300的残片上印有白的 Z 字母，这个印记是俄军武器的主要特点。至于俄军的柳叶刀炸毁自己 S300的原因有2个，
第一个，被炸毁的 S-300已经失去了战斗力，俄军不想带走，只能就地销毁，避免 S-300的关键技术泄露。不过，俄军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击毁 S-300，那就不会大肆炫耀。所以，最有可能的还是第二个原因——误伤。俄军电子设备落后，无人机的敌我识别系统出现故障，这个也是当前俄军炸毁己方战机的最大原因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俄军导弹发射后180度回转，炸毁自家阵地的情况。之前俄罗斯部队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时候，射向空中的导弹来了一个180度转弯，把自家的阵地给炸了。虽说俄军一直瞒着这件事儿，连消息都不公布，但是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分析，这枚射向俄军自己战地的导弹大概率是山毛榉。事实证明，现在的俄制武器就是一个笑话。在近40年的战争里，俄制防空导弹系统的唯一作用就是挨打，没有一次例外。比如1982年叙利亚军队在贝卡谷地的惨败，1991年伊拉克军队防空系统的惨败，以及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、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战争、亚阿战争和乌俄战争。在所有的战争里，俄式防空导弹都是一开始还不错，但是最后全部都被敌方的空中力量暴揍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俄式防空武器最值得称赞的战绩，基本上都是从客机以及自家战机上获得的。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简单，俄军电子设备不行，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敌我识别系统，这点也是俄罗斯的老毛病了。俄罗斯在电子半导体工业上落后，缺乏足够信息化的敌我识别系统，才会出现经常误伤友军的情况。而在战时高压环境下，大量敌我单位的混合导致敌我识别更加困难。像俄军这种依靠字母识别的情况，只能说 low 爆了。这也是俄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原因。俄军在乌俄战场上一直输的原因有3个，一是缺少步兵，二是缺少轮换，第3点就是缺少有效的指挥系统和敌我识别系统。缺少步兵的最大问题就是俄军的防守会出现问题。俄军在乌俄战场的主力是营级战斗群 BTG， 是俄罗斯军改后的基层作战部队编制，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加强营的规模。但是这个 BTG 有一个缺点，机械化武器装备增加了，但是传统步兵相对较小，这些部队只能应对一场局部战争。BTG 在应对乌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战争时就不行了。在缺少步兵的情况下，坦克基本上都是单独行动，在遇到反坦克小队或者无人机时，没有掩护兵力。在俄军当前防守作战的情况下，一辆坦克的防守能力是肯定不如一个步兵班好用。至于缺乏轮换，就是缺人。在普京部分总动员之前，俄军是没有轮的，士兵没有办法休息，想休息只能是一觉不醒，长时间得不到轮换，看不到增援，只会逐步败退，并且在战局中被消耗殆尽。虽说普京动员之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一部分，但是新兵的战斗力堪忧，武器装备不行，作战经验不足，上战场基本上就是当炮灰。俄军的死亡人数不断扩大也是这个原因。至于最后的战场指挥和敌我识别系统落后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。乌克兰有北约的支持，可以使用更为现代化的战场指挥系统，可以通过战场网络的组建分清楚战场上的敌我双方目标，而不是像俄军那样依靠战术识别标志来区分敌我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乌军的指挥要比俄军更强，这点放在战场上就能取得一定的战场优势。比如乌军也可以在自家坦克、装甲车上涂刷 Z 或者 V， 用来迷惑俄军。事实上，乌军也是这样用的。比如在之前的乌南地区，乌军就在自家的 T64 主战坦克上涂上标识，然后开着这些坦克在俄军防区内横冲直撞，四处开火。俄军的炮兵部队担心误伤，不敢轻易开火，导致乌军装甲分队和突击集群肆无忌惮推进。这也为什么之前乌军在赫尔松地区会突然发力，俄军打仗的时候分不清敌我，这还怎么打？这几个原因也导致俄军的损失不断扩大。根据估计，俄军在10个多月的战争中，伤亡人数达到了8万到10万，损失了战场投入兵力的1半以上，是俄军在10年阿富汗战争损失的数倍。
并且有超过5000件大型装备被击毁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军力。其中，陆军损失坦克1428辆，主要包括 T72、T80和 T90系列。空军损失战斗机73架，只有苏57和苏33基本上没有参战而幸免于难。其中最悲催的苏34已经被击落10几架了，损失无人机141架，损失各型直升机54架。从导弹和雷达上看，损失自行式反坦克导弹系统28部。光损失也就算了，俄罗斯军工企业也不行，损失的武器装备根本补不上。北约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缺少关键芯片和传感器件，一些国防工厂停产，至少有45%的军工厂超过2个月没有载货车辆出入，25%左右的工厂超过1个月没有货物运出，目前还在生产的工厂比例只剩下30%。综合评价，在损失不断扩大，俄军还要自己人炸自己人的情况下，迟早都要输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还知道哪些被俄军自己人打爆的武器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，各位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